历史总是会不断重复自己。诚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人们唯一从历史中学到的，就是人永远不会从历史中学到教训。2024年的开局很魔幻，南韩刺杀北韩军演，日本地震，伊朗恐袭。而在太平洋一座举世瞩目的小岛上，民进党再次打败了国民党，同时打破台湾每8年即政党轮替的魔咒。这让人不禁想问，自国民党1949年丢到大陆之后，难道连台湾也守不住了吗？1946到1949年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翻天覆地的时代，短短3年间，在军事上、经济上占绝对优势的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拥有430万美械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队，被毛泽东从农村带出来的共产党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离大陆。虽然就在第2年，共产党军队就在朝鲜半岛把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得差点跳海，好像也证明了不是老蒋不行，而是连麦克阿瑟都打不过的军队实在超出了老蒋的能力范围。玩笑可以这么开，锅不能这么甩，国民党丢掉大陆，蒋介石一定是有责任的。70年时间过去，从当初的国民党将领到学者、各路民间人士都在不断思考，为什么国民党会丢掉大陆。有位台湾学者也写了本厚厚的书《为什么失去大陆》，从各方面阐述了原因。但其实这些原因都可以被归纳为一个词：民心。毛泽东意识到中华大地上的4万万民众是他的朋友，蒋介石却没有，胜负由此已成定局。正如我们前面所言，历史总是会不断重复自己。国民党是怎么丢掉大陆的，就是怎么丢掉台湾的。台湾有一个神秘的网红乐团叫珂拉琪，虽然成员的年龄普遍较小，他们的歌却能引起台湾几代人的共情。这首非常知名的《万千花蕊慈母悲哀》在 YouTube 有破千万的点阅率，哪怕在大陆的音乐软件上也拥有上万的评论。这一首用台语唱的歌，歌词大意是一个焦虑的妇人在屋里等待她永远不会回来的爱人，听上去好像是个很普通的剧情，但很多人听完之后却说怪怪的，好像能从歌词里面品读出了一些隐晦的含义。有人说这是一首佯装成爱人失踪，却诉说时代的歌。歌词一开始好像是女子被爱人抛弃了，听到后面才会发现，原来并非爱人抛弃了我，而是他突然人间蒸发般的消失了。什么情况下，一个有血有肉的活人会凭空蒸发呢？由于这是一首台语歌，很多人联想到台湾历史上的一段黑暗往事，人们被迫晋升沉默，一些人无缘无故消失了，再回来的时候却是尸体。这就是台湾上世纪50年代开始的，持续长达38年的白色恐怖时期。白色恐怖始于1947年的228事件。关于这件事的起因和影响，其实是历史上一次著名的罗生门。无论国民党、民进党、台湾民众还是共产党，都有一套自己的阐释逻辑，而且彼此之间可以说天差地别。不过有一个事实是大家公认的，那就是228是饱受欺压和剥削的台湾民众的一次怨气总爆发。为了保证节目的客观公正，接下来就从这里入手讲述。随着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奴役殖民了台湾半个世纪的日本人终于走了，600万台湾民众党齐声欢呼，像是过年一样开心。然而，就像后来台北学校流传的一句诗：除去豺狼来虎豹，脱离地狱跳火坑。彼时的台湾民众还不知道前面等着他们的是什么。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从日本人手中第70军进驻台湾时，台湾老百姓本以为这是一支来保护他们的军队，却想不到有人可以比日本人更不党人。第70军军纪极其败坏，独坐军，写作匪，不仅当街强抢财物，甚至强闯民宅，连当时老蒋派来的负责人陈毅都看不下去，要求让蒋介石撤走第70军。但对当时的国民党来说，当务之急不是撤军，而是解决好一个问题。这个问题自日本投降之后就摆在那里，一直到国民党被共产党赶出大陆，还是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就是，国民党到底是收拾人心，还是接收财物？1946年冬天，美国《纽约时报》的记者在台湾采访了一名大学教授，他是这样说的：你们美国只对日本丢了2枚原子弹，却对我们放下了一个比千百个原子弹还厉害的蒋介石政府。他们的官员来了，只接受财物，不接受人心。可见，这个蒋介石的国民党在大陆就没处理好的问题，到了台湾同样没处理好。进驻台湾的国民党人都做了什么呢？首先是歧视，
新设立的政府机构以台湾本土人只会说日语和台语为理由，排斥本土人，导致整个政府机构都由外省人把持，而外省人根本不会顾及本土人的利益，也不会帮本土人谋福利。另外，由于此时国共已经开战，国民党大量调取台湾的物资支援在大陆的战争，导致一袋台湾产的大米在当地的价格是在上海的好几倍。更严重的是，南京国民政府在接收日本留下的资产时，拒绝承认许多民间的产权，或是干脆借着接收的名义巧取豪夺。无缘无故被掠夺了资产的台湾人民当然无法接受，甚至在1947年2月26日，还有人扬言威胁发动抗议。仅仅就在2天后，一场更大的灾难就发生了。灾难的导火索发生在1947年2月27日下午接近傍晚的时候，在台北市延平北路太平町天马茶房旁边摆着一个烟摊，老板娘叫林江麦，今年已经40多了，丈夫过世，一个寡妇艰难地拉扯着一儿一女。这个小小的烟摊是他们一家3口唯一的生活依仗，但是在当时，私自买卖香烟是违法的。而不幸的是，当台北市专卖局的缉私人员来到街上的时候，林江麦来不及走，就被缉私的人围住了。等待他的不仅是香烟全部被没收，还有他无法承担的天价罚款，整整6000现金，是林江麦的全部家当。没有这笔钱，他和他的2个孩子都要饿死。为母则刚，林江麦当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一名稽查人员不堪纠缠，竟用手中枪柄重重砸在他的头上，林江麦当场流血倒地，他的一对小孩顿时扑在妈妈身上哇哇大哭。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如此场景当即引起了众怒。混乱中，稽查员傅学通开枪打死了一名在场的市民。百姓的怨气已经是一座火药桶了，如今这颗火星子一来，迅速引爆了民变。于是就在第2天，台湾历史上著名的228事件发生了。起义的群众队伍放火烧掉了专卖分局，包围了省公署、省专卖局、省警察局以及无线电台等机构，将所有遇见的不会说台语或日语的外省人一律殴打致死。陈仪紧急向蒋介石求援，要求增派援军，而此时的蒋介石正在西安，准备集结兵力一举攻打延安，发动对共产党的总进攻。接到台湾暴动的消息，蒋介石大吃一惊，随即命令驻扎在上海的国民党第21军赴台湾平息战乱。然而，21军完成任务的方式却是最血腥的镇压。3月8日上午，21军的先头部队抵达基隆港，到达当天就将许多抗议的群众不分男女老幼，一律用铁丝捆绑着抛入大海，一时之间海面竟漂浮尸，惨不忍睹。接着，21军一边血腥镇压，一边朝台北进军。这里尤其要提到高雄要塞司令彭孟基，他起初见起义群众声势浩大，缩着不敢出击。到21军抵达后，彭孟基立刻支棱起来，命令守军在台南一带四处出击，甚至对手下说错杀几个人也没有关系，导致手下大量滥杀无辜。而彭孟基却踩着无辜者的鲜血成功升迁，被提拔为台湾警备司令。228事件引爆的大起义最终被残酷镇压，惨遭屠杀民众总计多达3万以上。也有人说这些都是官方数据，实际人数远超3万。再加上起义的群众也将所有外省人不分青红皂白一律打死，这件事最终的受害者究竟有多少，至今是个难以统计的数目。而台湾经此一变，人心大失，而这也成了国民党政府的原罪。甚至蒋万安在事件76周年纪念的时候也被要求过下跪道歉。但是对于同一个事件的理解，不同阵营的人却有截然相反的解读。台湾一些亲日的学者把228归结为国民党的落后野蛮治理与日本留下的先进统治模式之间的矛盾，而台湾本土人将之视作台湾人民反抗外省统治者的标志。大陆这边则主要集中于批判国民党的素质腐败，来说明新生的共和国政府的合法性。总之就是各取所需，每个人都能从这段历史中截取自己想要的材料，得出一番有利自身的解读，可谓是历史上的一次罗生门事件了。因此每个人都在谈论228，每个人说的却不是真正的228。那么真实的228事件究竟是怎样的呢？传统对228事件的历史解释就是接收团队剥削台湾人民，引起民变，
这种解释几乎是受到各界一致的认可，无论解严后的国民党、民进党以及共产党都挑不出毛病。然而，这些欺压人民的家伙，如果细细分类，会发现其中包含日本人、台籍商人和国民党官僚。从日本战败到国民政府正式接收这段期间，许多台省本土士绅开始大肆搜刮日本人的产业，其中不少产业因日本殖民者的歧视性政策，使得他们名义上属于日本人，实际使用经营者却是台湾人，等于这小部分台湾人和日本人一起共同剥削着真正的台湾底层群众。比如靠在台湾卖鸦片起家的大汉奸辜显荣家族，想必在那个时期没少捞金。而鹿港辜家至今仍是台湾政商大家族，家族企业核心集团名列台湾5大集团之一。而随后接手台湾的国民党不仅没有清算这套剥削体系，反而加入进来共襄盛举，只可惜苦了台湾的600万老百姓。有句话叫文人不求发财，武将不惧死亡，何愁家国不能振兴。然而国民党的情况是，文人太想发财，武将不仅怕死还想发财。从大陆到台湾，人民的生活如何，从来不是他们所考虑的。今天的台湾明明有太多民生问题，房价、劳保、健保、租屋黑市，这些都是作为在野党的国民党可以抨击执政党不作为的点。就像4年前美国大选时，拜登团队用新冠疫情治理不力攻击川普一样，而同样是执政党治理不力，作为在野党的国民党却对这种问题视而不见。于是我们遗憾地看到，民生问题永远让位于台海问题，而后者的局势是无论哪个党上台都无法掌控的，这无疑是具有黑色幽默的。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请点赞订阅，猫猫会努力做出更有价值的影片。